朋友们，我是宋志，欢迎来到颐养晚年。您现在是不是正拿着手机？请仔细听好，这个每天形影不离的宝贝，很可能正悄悄把他听到的、看到的传到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屏幕上。您说的私房话、休息的模样，甚至按密码的位置，都可能正被人直播。今天要告诉您一个真相，如果手机出现下面8个信号中的任何一个，就极可能已被恶意监听。特别是第3个信号，一旦出现请立刻关机，这绝非危言耸听。去年我市就有10几位老人因手机被监听，养老钱被转空。接下来我会用最直白的话，把这8个要命的信号一一讲清楚，哪个代表有人偷听，哪个意味摄像头在偷拍。学会识别，才能用手机用得安心，也是为您晚年的安全上一道数字保险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您真的关心自己手机里的秘密会不会变成公开的秘密，请您先点击订阅按钮，再把旁边的小铃铛点亮，这样颐养晚年每次更新的重要提醒都会的一时间送到您眼前。如果您正在看这段话，并且觉得这事得重视，请在评论区敲个1，如果觉得没那么严重，就敲个0。也欢迎您在下面留言分享您遇到过的奇怪情况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关键话题。第1个信号，手机电池突然变得特别不耐用，明明没怎么用，却发热的厉害。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早上刚充满的电，只是接了几个电话，看了看微信，到中午电量就掉了一大半，而且手机摸起来总是温温的，有时候甚至烫手，就像里面有个小火炉在烧。您可能以为这是手机用久了，电池老化了，该换新手机了。但要提醒您，这很可能不是电池的问题，而是您手机里藏了偷电贼。我给您打个比方，正常的手机软件就像家里规矩的电器，用的时候才通电，不用的时候就安安静静待着。但监听软件不一样，它就像个24小时不关的水泵，或者一个藏在您家墙里不停转的电表。为了能随时偷听您、偷看您，它必须一直在后台运行，一刻都不能停。您想想，一个人如果一直不睡觉，眼睛一直睁着，耳朵一直竖着，那得多耗神啊！手机也是一个道理，这个隐藏的间谍要实时采集您的麦克风声音、摄像头画面，还要把这些数据偷偷传上网，每一个动作都在疯狂消耗电量，所以您的电池才会像漏了洞的水桶，电哗哗地流走，手机也因为持续高负荷运转而发烫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软件为了不被发现，会把自己伪装成系统程序的名字，或者藏在某个您根本不用的软件里。您在电池使用详情里看到的，可能只是一个系统服务，或者某个听都没听过的英文进程在大量耗电。如果您发现最近手机耗电异常快，又没有新装什么大型游戏，那您就要高度警惕了。这不是手机老了，很可能是手机病了，里面住了不该住的东西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您先别急着去换电池，按照我后面教您的方法，好好给手机做一次体检。第2个信号，手机流量消耗变得不正常，莫名其妙就没了。现在家家都有 WiFi， 很多老人家为了省话费，在家都用无线网。但您有没有仔细查过话费单？上个月明明和以前一样用手机，怎么这个月的移动数据流量费多了好几十块？您可能觉得是孙子孙女回来玩了会儿手机，或者是自己不小心点开了视频。但还有一种更坏的可能，您手机里那个间谍正在用您的流量，把偷录下来的您的录音、偷拍下来的您的照片，一沓一沓的寄出去。监听软件要工作，就得把收集到的信息传回它的老巢。它可不会用自己的流量，它用的就是您手机卡里的流量，或者您家的 WiFi。一段10分钟的录音可能就有几十兆，一张高清照片也要好几兆。如果它一天到晚不停地传，您一个月几个 G 的流量根本不经用。这就好像您家请了个贼，他不仅住在您家，还天天用您家的电话打国际长途，话费单子当然高得吓人。有些狡猾的软件还会特意选择在您连接 WiFi 的时候才大量传输数据，这样更隐蔽，您从话费单上还看不出来。所以请您现在就去打开手机的设置，找到蜂窝网络或者移动数据，里面有个流量使用情况，您仔细看看有没有哪个您根本不用的软件消耗了惊人的流量，特别是那些名称奇怪的、系统自带的，或者您不记得什么时候下载的软件。如果发现某个软件在您完全没打开它的情况下，还产生了上百兆甚至上 G 的流量消耗，那它9成9有问题。这不是在为您服务，这是在偷您的东西。
还让您自己付邮费。第三个信号，手机关机后，自己又莫名其妙开机了，这个信号是最危险、最需要立刻行动的。请您千万记住，一旦发现这个情况，别犹豫，马上采取行动。我告诉您，正常的手机，只要您正常关机，它绝对不会自己启动。能让关机手机自己醒过来的，只有一种东西，深度植入的手机木马或后门程序。这种恶意程序已经侵入了手机最底层的系统，就像癌症细胞钻进了骨髓里。普通的关机操作对它来说只是打个盹，它设定的唤醒指令一到，或者远程的控制信号一发过来，它就会强行让手机启动。为什么它要这么做？因为手机关机后，监听就中断了。那些想监视您的人，可不愿意失去对您24小时的控制，所以他们要让手机永远在线，哪怕您以为它关了。您想想，这多可怕啊！您以为关掉手机就能保住隐私，其实那个黑掉的屏幕后面，摄像头可能还在闪着微光，麦克风还在竖着耳朵。如果您发现手机有自动开机的情况，特别是连续发生，请您马上做下面3件事。第一，立刻长按电源键，强制关机。第二，暂时不要开机，把手机卡先取出来。第三，找到家里另一部干净的手机，或者直接打固话，联系您的子女或者懂技术的亲戚朋友。在这个信号面前，任何侥幸心理都不能有，它说明您的手机已经不是简单的中毒，而是可能被专业手段攻击了。不要自己尝试去修，更不要继续使用，立刻求助专业人士。这就像是家里大门锁被人换了，您自己已经处理不了了。第四个信号，手机里出现了根本不是我下载的陌生应用。您翻翻手机桌面，有没有一些图标看起来很奇怪的应用？名字可能是乱码，或者叫什么系统优化、电池保护、WiFi 增强，但您完全不记得自己下载过。很多老人家会觉得这可能是买手机时自带的，或者是孙子孙女玩游戏时装的，但您要留个心眼，这些来路不明的软件很可能就是监听的入口。这些恶意软件是怎么进来的呢？途径非常多，可能是在您看网页的时候不小心点了一个弹窗广告，可能是您在某个不正规的应用市场下载了被篡改过的软件，甚至可能只是点开了一条短信里的链接。他们安装的时候可能会伪装成系统更新提示，让您点确定，或者利用老年人不太熟悉操作，在您点跳过广告的时候偷偷把安装请求给点了。一旦装上，它就会向您索要各种权限，要麦克风，要摄像头，要通讯录，要短信。如果您稀里糊涂都点了允许，那它就在您手机里安家落户，开始它的偷窃工作了。对付这种信号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清点门户。您每个月抽个时间，把手机里所有应用图标一个一个看过去，凡是叫不出名字的，想不起用途的，统统列入可疑名单。您可以试着长按那个图标，如果弹出来的菜单里有卸载选项，那就说明它不是系统核心程序，可以卸掉。卸之前记得去设置里的应用管理看看，这个软件到底要了哪些权限。如果它一个手电筒软件却要麦克风和通讯录权限，那它绝对没安好心。对于这些不明软件，我们的原则就是宁可错删，不可错留。删错了，正规软件可以重新下；留错了，您的隐私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第五个信号，打电话时经常出现奇怪的杂音、回声，或者通话莫名中断。您给老伙计打电话唠嗑时，有没有突然听到滋滋的电流声，或者感觉自己的声音有回音，好像在山洞里说话一样？有时候聊得好好的，电话突然就断了，信号明明是满格，您可能以为是运营商信号不好，或者手机听筒进了灰尘，但在某些情况下，这是通话正在被第三方窃听或录音的典型表现。当您的通话被监听时，监听者就像在您的电话线上搭了一条粪线，声音信号在传输过程中被截取、复制，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微弱的干扰，表现为杂音、回声或者音质突然变差。而通话突然中断，则可能是监听软件或设备在进行数据打包传输时，造成了短暂的信号冲突。这就好比一条公路上本来跑着2辆车很顺畅，突然挤进来第3辆车要超车，很可能就会造成剐蹭甚至堵车。虽然现在的监听技术越来越隐蔽，但这种物理上的干扰痕迹依然很难完全避免。如果您发现和某个特定的人通话时总是出现杂音，那可能是对方手机有问题。但如果无论打给谁都频繁出现上述情况，
那问题大概率就出在您的手机上了。这时候，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，用家人的手机打给自己的手机，在安静的环境下通话，仔细听是否有异常。同时，留意一下打电话时手机的耗电是否异常加快回到第一个信号。一旦怀疑通话被窃听，近期就尽量不要在电话里谈论银行卡密码、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，重要的私事，见面聊最安全。第6个信号，手机频繁弹出广告，而且广告内容精准的吓人。您是不是遇到过，刚跟老伴念到想买双舒服的布鞋，一打开浏览器，首页就推了布鞋广告？昨天去了趟医院看膝盖，今天各种膏药、理疗仪的广告就塞满了手机。您可能觉得这手机真聪明，知道我需要啥，我得给您泼盆冷水。这不是聪明，这是您的手机在告密，他把您说的话、您去过的地方都告诉了广告商。这些弹窗广告本身可能不是监听软件，但它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，您手机里的某些软件正在肆无忌惮地收集您的信息。他们通过麦克风听到您的对话，通过定位记录您的行踪，然后把这些数据卖给广告平台，广告平台再根据您的兴趣把相应的广告推给您。这整个链条里，您的手机就是那个最勤奋的信息采集员。更有些恶意的弹窗广告本身就是木马程序伪装的，您一旦点进去，就可能触发新的恶意软件下载。这些广告往往设计得很难关闭，那个号小的看不清，一点就跳转到下载页面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您要做的不是感叹科技神奇，而是立刻提高警惕。首先，坚决不要点击这些来路不明的弹窗广告，尤其是手机内存严重不足、病毒警告之类的吓人标题。其次，回顾一下是在打开哪个软件之后开始弹出这类精准广告的，那个软件很可能就是泄露您隐私的源头。最后，用我后面会教您的权限管理方法，把可疑软件的麦克风和定位权限关掉。我们要的是一部听话的手机，而不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揣摩心思，然后向全世界广播的大嘴巴。第7个信号，手机运行变得异常卡顿，反应迟钝。您是不是觉得手机越用越慢？点开一个微信要等半天，打字的时候字母跳出来也一卡一卡的。您可能觉得智能手机跟人一样，用久了就会老化，变慢是正常现象。但对于一部配置不算太差的手机来说，突然出现的持续的卡顿，很可能不是年老体衰，而是负重过多，它背了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程序在运行。监听监控软件为了实时工作，需要占用大量的手机运算资源 CPU 和内存 RAM。这就好比您家的老电脑，如果同时打开10几个网页，放着音乐，还运行着大型游戏，它肯定会卡得动弹不得。手机也一样，当那个隐藏的监听程序在后台偷偷分析您的录音，压缩您的照片时，您在前台正常操作手机的力量就被抢走了，所以您会觉得干什么都慢半拍。您可以在手机设置的开发者选项里查看 CPU 使用情况，如果发现空闲时 CPU 占用率也长期很高，那几乎可以肯定有异常后台进程。很多老人家面对卡顿，选择忍耐或者恢复出厂设置。恢复出厂设置确实能清除大部分问题，但操作复杂，容易丢失重要资料。更治本的方法是，在发现手机异常卡顿时，就意识到它可能病了，然后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病，清理后台，检查权限，卸载可疑应用。不要让您的手机在带病工作，因为它生的这个病，牺牲的是您的流畅体验，换取的是窃密者的利益。第8个信号，手机在静止状态下，偶尔会发出轻微的咔嚓声，或摄像头旁边的指示灯微闪，这个信号非常隐蔽，需要您非常细心才能察觉。请您在安静的环境下，比如晚上睡觉前，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屏幕朝下，仔细听。或者在不使用手机的时候，用眼角余光瞥一眼摄像头的位置。如果您听到极轻微的类似相机快门的声音，或者看到摄像头旁边有细微的一闪即逝的亮光，有些手机有物理指示灯，那很可能不是幻觉，而是摄像头或麦克风被远程激活的迹象。一些低级或匆忙开发的监听软件，在启动摄像头拍照或启动麦克风录音时，无法完全屏蔽掉手机硬件本身发出的声音或指示灯信号，这就给咱们留下了发现的破绽。虽然现在很多高端恶意软件能绕过这些提示，但依然有不少流传的版本存在这个漏洞。
您可以把这当做一次对手机的突击检查。如果多次在手机闲置时发现这种异常，那您的手机几乎可以肯定存在主动偷拍偷录的行为。这个时候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物理隔绝，给摄像头贴上不透明胶带，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都贴上，别觉得难看，安全比好看重要10000倍。麦克风的问题更复杂些，但您可以进入手机的声音设置，将所有媒体的音量调到最低，并在不用时尽量将手机放在远离谈话区域的地方。这不是多疑，这是在数字时代必备的自我保护手段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关于手机可能被监听的8个信号，宋志已经分享给您。异常耗电、偷跑流量、自动开机、出现陌生应用、通话杂音、精准广告、莫名卡顿和硬件异响。科技背后虽有风险，但不必慌张，了解信号就能主动防范。请牢记4个建议： 1. 权限管严，非必要不给，尽量选使用时允许。2. 软件精简，只从官方商店下载常用应用。3. 保持警惕，对异常情况多留心。4. 及时求助，尤其遇到手机自动开机，立即关机并找人帮忙。我们的父辈教我们财不露白，数字时代，丝不漏网，手机应是生活的帮手，而非泄露秘密的漏斗。正确使用，就能安心享受其便利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转发给家人朋友。想持续获取这类实用知识，欢迎订阅颐养晚年频道。您的分享或许能帮一位老人守住养老钱，您的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如果您在检查自己手机的过程中，如有疑问或发现异常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。让我们互帮互助，把晚年过得既热闹又安稳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宋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祝您和家人手机安全，生活安心，晚年幸福。